有一对情侣啊，谈了6年的感情，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，但是女方父母是执意要求是18万的彩礼。女方父母呢说有自己的盘算，一来希望男方家庭富裕能够给得起这笔钱，二来呢是希望给女儿一个保障，万一婚姻有变动，那女儿也不至于什么都没有。女方父母呢也表示自己养大女儿不容易，家庭条件呢也一般，所以不会陪送嫁妆。这位姑娘呢对男友确实是真心实意的，也非常的想跟他在一起。她认为呢男方家庭条件不错，18万呢完全可以拿得出来，所以呢这个姑娘也希望男友能够委曲求全。但是男友却无法接受这个女方父母的要求，认为这是变相的卖女儿，不看任何感情的情分，开口就要钱，将来呢也是没办法跟这样的家人打交道。一气之下两人就闹了矛盾，分手了。讽刺的是不到1年，男士就相亲认识了一位条件不错、长相也不错的姑娘，彼此呢都觉得合适，年龄也大了，于是两个人就结婚了。男方给这个姑娘的彩礼呢也是18万，女方呢陪嫁了8万和一辆车。那有人就问这个男士，是不是更爱这个相亲认识的姑娘，所以才愿意出钱去娶她？男士说不是，我跟她没有多少感情，只是觉得彼此条件合适，家里满意，相处的舒服而已。他说呢，我给不了人家什么感情，那总得给一笔钱吧，要不别人凭什么嫁给我？那位谈了6年的前女友知道之后非常生气，也很伤心，说自己那么爱他，和他在一起生活了6年，却比不上一位相亲只认识几天的姑娘。18万呢，宁可娶一位陌生人，也不愿意娶自己。而女方的父母也说男士根本就不爱女儿，喜新厌旧，明显就是渣男，害女儿是白白浪费了6年的青春。这个男人就不是什么好人。肯定会有人说这种男人不嫁就对了，不顾及6年的感情，同样的彩礼是宁可给陌生人，也不愿意给相爱6年的爱人，明明就是喜新厌旧的渣男。其实这个案例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常见的，大家呢应该理性去看待这个事情。彩礼其实并不是问题所在，因为男方是完全可以给得出的。问题在女方父母明知两人有6年的感情，却狮子大开口，直接跟男方要18万，想让这笔钱作为女儿的保障。这不是保障女儿，而是自私变相的压榨男方。6年感情，男方对女方的物质上的付出也应该有很多，最后还要18万，那真的不如直接相亲给别人18万。不近人情和一毛不拔的态度其实是男方最不能接受的。不要总拿6年的感情去道德绑架别人，付出呢都是相互的。为什么国家不支持高价彩礼？因为彩礼成了某些人为满足私欲变相压榨他人的理由。还有那种要彩礼是给女方保障的说法，我听了真的觉得很搞笑。请问是保障女方婚后不上班还有钱花，还是保障女方离婚之后手上还有钱呢？如果想要钱的话，那咱就明码标价，买得起咱成交，买不起咱就找便宜的。双方自由恋爱，因为感情走到一起的，那不是简单的买卖，而是双方你来我往，有很多感情投入才有今天。这就好比你出门打出租车，给钱你觉得是应该的，但是好朋友提出开车去送你，你提出呢要给油钱，朋友却说呢按照出租车的价格来收，你心里是不是觉得很憋屈？这不就是又想当那什么，又想立牌坊吗？大家怎么看？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有人提问一辈子不结婚可以吗？在下面好多的回答当中有一位这个53岁的大姨回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，我读给大家听一下。如果你还未婚呢，请你一定要听完。我53岁了，可能是回答这个问题当中年龄最大的。我的工作呢是公司主管，工资呢不高呢也不低。我不喜欢小孩，对婚姻也很恐惧，所以我就选择了不婚不育，主要是向往自由，还有呢就是性冷淡。由于我的性格呢比较强势，我的父母都不敢说我，后来呢总是吵架，他们也就没再逼我了，但还是最后带着遗憾离开了。有生之年呢没能看到女儿出嫁，自己呢抱不到外孙，一定会很难过吧。自从他们走后，我迷茫了，
空虚了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，到底我这么多年的坚持是对还是错？我为什么不去尝试找个好男人，生一个孩子，起码能给这个家庭带来欢乐和活力？至少我现在还有家人，我到70多80多还有一个家庭。我不婚的结果呢，就是我现在没有家人了，这种深深的孤独感，不知道你们懂吗？年轻时我很独立，自己跟老乡来城市里闯荡，对家人呢也没有什么依赖，孤独也只是一时的，因为那时候老家还有父母亲，每年呢都期待着能回家。可现在这种孤独感又接踵而来，迟迟不走，因为没有亲情帮我驱散了，我回不了家了。原来我这么多年不结婚的底气不是我独立，也不是我坚强，而是我有家人在，我父母在，是他们给了我不婚的底气。年轻想要自由，中老年就会付出代价，要么自由，要么孤独。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两全其美。我不愁养老，毕竟有存款，以后呢也有社保，有退休，但是我也怕自己有一个万一，钱呢又不敢乱花。那些说一个人想花就花的，真的想得太美好了。到了我这样的年龄无儿无女的，更不敢乱花钱了。曾经生病过，以前老妈还在的时候都会来照顾我，现在她也不在了，只能自己照顾自己。曾经子宫瘤做手术，都不知道要叫谁来，最后没有办法，只能叫我的堂妹来帮忙照顾我。但她很明显不是那么乐意，毕竟我没有养过她，她呢也有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家人。当然呢也有叫护工，但是有些事儿不是叫护工就行了。老了之后呢，各种疾病是明显的多了。这种不大的手术我还能自己签名，以后不能签名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也怕自己突然就老年痴呆了，就任人摆布了。也希望他们呢能够不要折磨我，给我一个痛快。我去看过养老院，贵的养老院呢，我活不到80岁我就交不起了，还没有算上这个通货膨胀费用上升等等因素。一般的养老院呢就没有那么好了，大部分养老院里都是死气沉沉的，没有活力，他们好像就只剩了一个目的了，就是等死。我看到之后都很害怕，真的不想去那里度过余生。回到家之后家里特别安静，安静到可怕，只有狗叫声，没有人语。以前父母在的时候呢还会说说话，现在静得可怕，家里有狗，这是我唯一的寄托了。再过2年他就10岁了，也要走了，到时候又是一个沉痛打击。真心想对有想法不婚的人说要么有伴侣，要么有孩子，不要什么都没有。你现在有底气是因为你有家人在，还有就是好好的陪伴家人。工作朋友再重要也没有家人重要。我现在觉得陪他们的时间太少了，以前没有条件接到身边，现在有条件了，接到身边没有多长时间他们就走了。那些经常被催婚的，也请你好好的理解父母，不要像我以前一样不懂事儿，跟他们去吵去冷战，好好坐下来去谈，不要伤他们的心。他们也是为你好，他们虽然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来，或者说出的大道理你们也不听，就像青春年少时的懵懂，不要像青春期一样叛逆伤了父母的心。长大做了父母后你就会后悔年少时的冲动。今天呢，我拒绝了一个99年来找对象的姑娘。其实我现在的心情还是很复杂的。她的年龄真的很好，但是我不明白究竟是什么让她会有现在这种思想，择偶要求真的是非常敢要。这个姑娘呢是99年的，长发齐腰长相呢就是比较漂亮，而且看着也很文静。起初呢，我看到她的时候真的是很开心的，因为年龄好呀，但是我又特别害怕，因为这个年龄如果提的择偶要求很离谱的话，那就相当于一颗定时10年的炸弹，比大龄剩女比普信男那些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结果呢，就是你越担心他越来什么。这个姑娘呢，就是去年刚大学毕业，现在呢也没有上班，在家里去备考那个老师。父母呢亲戚就是催着她抓紧找对象。于是这个姑娘就跟我联系这择偶标准呢一共是9条，而且要求是缺一不可。
这第一条呢，就是净身高180以上，体重不能超过160。第二条呢，是年龄在25到28岁，事业有成者，年薪50万以上。第三条呢，是房子呀必须全款，在市中心，面积不能低于120平，而且是豪华精装修，可以拎包入住那种。这第四条啊，就是本硕以上学历啊，博士优先考虑。第五条呢，是父母家庭条件优越，本地有住房，身体健康，有退休，爱干净。还有一点就是穿着打扮要洋气。那关于这个呢，我还先问了他一下啊，为什么要求洋气呢？他说呢，奶奶带大孩子呀，如果太土啊，会影响孩子智力。这第六条啊，就是要求男士啊是长相帅气、好看，会疼人，会照顾人，会做饭，会收拾家务。后面几条呢，我就不详细说了，大概就是啊，睡觉不打呼噜，这个吃饭不吧唧嘴，爱干净，爱打扮，说话好听，情商高等等。具体啊我也记不太清楚了，反正就很多。还有一条啊，就是男士的皮肤要白，这个手指啊要细，会浪漫，会唱歌。以上这些要求是缺一不可呀。我听完当时的表情都是蒙住的，就是在现场我待了真的是有2到3分钟，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提这些要求。因为他给我的这个外表印象就是那种很乖乖女啊，很听话也很温柔的感觉，但是我就没有想到他的择偶要求啊，就是这么的不切实际。我有问他为什么会这么提要求，他说自己啊足够优秀，而且配得上，说自己身材好，长相也漂亮啊，正在考老师，这个男人呢都喜欢找老师当对象。我听完了就劝这个姑娘，你把男人呢看得太肤浅了，你找对象只是寻求满足自己，却不看看自己有没有资本能够满足别人。说的现实一点，满足这种要求的男人，电视剧里都不敢这么虚构。最后呢，我就委婉拒绝了这个姑娘。我说啊，先回去安心考试，考上老师啊，在社会上历练一下，再来找对象。最后我想说啊，不论任何人来找对象，你只有先看清楚自己，才会看清楚你的婚姻。最后保佑啊，所有的这个小精灵们，你们许愿的时候一定要切实际一点。